最近神舟16号航天员上了空间站，把神舟15号的人给替换回来了。而这次神舟15号返航的时候，最大的突破就是我国飞船突破了黑障，实现了检测黑障飞船的技术。费俊龙、邓清明、张陆身体状况良好啊，飞船返航获得空前成功。可能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件事情啊，说这个中国实现了航天飞船黑障检测，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大多数人呢，一不知道黑障是个什么玩意儿，二不清楚这项技术是怎么运作的。网上一些文章呢，也都是歪歪扭扭的，用了一大堆名词，写满了厉害2个字本虎也没别的，今天就用最简单的词汇给大家讲明白这2个问题。首先，什么是黑障？所谓的黑障呢，是指航天飞船返航的时候，地面无法检测追踪到的一段区域。然后为什么突破黑障有重大的作用呢？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航天飞船是最不可控的，潜在威胁最多的。如果能在飞船飞越黑障的时候对其进行实时跟踪，那么对航天员的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之所以这段时间非常危险，主要还是因为热胀产生的原因。由于航天飞船返回时速度极高飞行器和大气产生剧烈摩擦，在一瞬间船体温度会达到惊人的1650到2000摄氏度。在如此高温下，飞船表面会暂时变成近乎液体的样子，整体发生融化，然后和空气产生电力作用，电离气体包裹在飞船周围，导致飞船内部和外界的一切通讯都异常，甚至是中断。我国第1名航天员杨利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描绘过黑障区，说自己在通过黑障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明显的过载、噪声、震动这个算是飞船返回时候最为凶险的时间，对航天器的防护能力有着重大的考验。那么我国是如何突破黑障的呢？答案是依靠 LD2CCX 这种相控阵雷达进行跟踪的。其实最早我国监控黑障区返回飞船用的是 LM313相控阵雷达回收1号。回收1号完成了从神1到神11共计11次检测任务这是一种专门用于追踪神舟飞船的相控阵检测雷达，主要作用呢就是连续跟踪飞船直至其着陆成功。虽然说回收1号非常好用，但是探测速度呢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而且有效探测距离只有350公里，所以风险还是存在的。最重要的是，这个雷达只实现了跟踪，无法实现通信，所以我国开发了新型回收设备，也就是 LD2CCX 相控阵雷达。它的核心任务不仅是可以对飞行器的返航路线进行跟踪检测，而且还可以和航天飞船进行通讯。新的雷达主要工作方式是通过电子式扫描来进行的，通过电子控制雷达播出的方向，能够快速完成对于指向空域的扫描，能够自主快速发现目标。和过去的雷达相比，新式雷达只需要2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找到进入黑障区的航天飞船，并且通过移动伺服控制系统完成对于目标的跟踪，而且还可以提前预知航天飞船的落点，在跟踪航天飞船的同时，可以对航天飞船的目标点位进行测算。而且更重要的是，该技术配合电磁信号传输，可以实现对黑障内的航天飞船通讯。这样在返航的时候，指挥中心就可以把信息实时发布给航天飞船，辅助其调整姿态，从而实现安全降落。最重要的是，这款雷达的有效探测距离高达700公里，从地球到空间的距离也才450，也就是说，这个雷达可以对返航的航天飞机进行全程跟踪，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突破。当然，说到这里，也有很多聪明的朋友意识到了，这项技术也可以用在反导上面。事实上，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是因果关系搞反了。这款雷达是用我国的反导雷达改出来的该雷达呢可以用于火箭发射阶段的跟踪测量，以及飞机、火箭、低空卫星等目标的反射式跟踪测量，可以对来袭导弹进行实时确认，也可以有效的追踪隐身战斗机。也只有这种高性能雷达才有资格被改装成用于跟踪返航航天器的高性能相控阵雷达。这种黑障追踪技术对于未来我国的航天飞船安全返航工作非常重要，是我国航天技术走向进一步成熟的关键性标志。这次突破黑障通讯困难的技术在国际上可以说是首次，以前从来没有人成功过。